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党和国家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。80年过去了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日渐稀少，伤痛的记忆似乎已被时光冲淡。我们在纪念什么？这个孩子浑身是血，无助地坐在站台上。他的父母全都遇难。1937年8月28日，聚集在上海南站的平民遭遇日军的疯狂轰炸，死伤无数。孩子的哭声在废墟上回响。我们这代人并未经历过战争，但这些触目惊心的影像告诉我们的同胞曾经历怎样的杀戮和绝望。这样刻骨的伤痕，在那时的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。南京城内30多万人惨遭屠戮，大同煤矿万人坑里死难者遗骸层层叠叠。重庆上空响起的无数次警报中，数万生灵陨落焦土。抗日根据地一次次遭遇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，百姓被杀，家园被毁。14年抗战，3500多万同胞伤亡，930多座城市被先后侵占。这一个个数字背后，是多少被战争碾碎的人生，多少没能长大的童年，多少再未相逢的别离，是这片土地上永远的伤疤。我们不断抚摸这道伤疤，因为历史需要被反复讲述。如果挨打的人都忘记了，那打人的人还会记得吗？当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，阴暗的角落里，沾满鲜血的屠刀仍在享受香火，篡改历史的笔仍企图颠倒黑白。我们纪念，是要永远记住它曾有多头，是要铭记民族的牺牲，历史的真相，是要为那些无法瞑目的同胞捍卫还没能讨回的公道，将正义的旗帜扎进时间的长河。一位父亲在白布上写下一个大大的死字，送给即将出征的孩子，让他伤时嗜血，死后过身。我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心痛，又是怎样的悲壮。当铁蹄践踏家园，无数英雄挺起铮铮铁骨，他们无一不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唤起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。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怒吼里，有杨靖宇牺牲后胃里的草根、树皮和棉絮，有四行仓库中战士们绑满全身的炸药，有硝烟下舍命传递的鸡毛信，有无数共产党人顶在抗日战争最前线，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，支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。有每一个中华儿女用同一个心跳，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。今天，当我们走过张自忠路、上智大街、伊曼街，当我们来到左权县、靖宇县、黄华市，我们看到英雄们的名字写满祖国山河。他们不屈的精神，已化作永恒的路标。忘记历史，意味着背叛。我们纪念，是要为英烈们献上最崇高的礼赞，是要铭记民族危亡时刻，每一个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具象回答，是以过往告诉未来，要用百折不挠、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，跨越一切艰难险阻，续写英雄们未尽的征途。前进，前进，前进进！这位医生，
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，曾经连续工作69个小时，为115名八路军重伤员做了手术。他来自万里之外，最终倒在中国抗日的战场上，这是怎样的道义和情谊？80多年前，东方主战场上，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病毒，有力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。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与人民也支援着中国。中苏携手在大漠戈壁开辟一条国际生命线，驼峰航线，飞虎队2000多名美籍飞行员牺牲，德国的拉贝、丹麦的辛德贝格、美国的约翰马吉冒着巨大的风险保护南京民众，记录下日本侵略者残暴行径。他们的友谊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正义从不会孤军奋战，不同民族、不同语言、不同经历的人们站在同一面旗帜下并肩战斗，预免后世再遭战祸。联合国宪章序言中的宣誓，正是饱受战火摧残的人类共同的期盼。今天，世界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。当强权记公理，沉渣泛起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，也是最好的清醒剂。我们纪念是要告诉历史，我们拒绝遗忘。今天的安定生活，绝非上天的馈赠，而是无数双手从历史深渊里奋力托举。我们纪念是要告诉未来，我们不为点燃仇恨的火把，只为发出深刻的警醒。人类命运休戚与共，历史悲剧不能重演。我们纪念是要告诉世界，历经苦难、浴火重生的中国，坚定捍卫和平的信念，呼唤所有善良的人们以史为鉴，携手创造和守护人类共同的繁荣美好的未来。告诉历史，告诉未来，告诉世界，我们不忘，永远不忘。80年了，还有人会记得吗？我们会永远记得。